全是棺材。哇，我去！探险时遇见1000多具棺材出现在深山溶洞，你知道有多可怕？这里并不是羊皮洞，位于贵州最神秘的苗族洞葬群被我们亲眼所见。3层石墙防御工事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境？征得拍摄许可后，我们一起回忆这震撼心灵的洞葬奇观。上面还有用金丝勾勒的图案。刚刚我们用无人机看了一下，传说中的千关洞啊，就在我面前的这个芒谷的尽头，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洞中透出的寒意。这时候是53克，所以我们选择这时候进洞。野生的魔芋，这个有很多人不认识啊。走，继续出发。这林子太密了，种植业。咱们这时候已经来到了千关洞的洞口，可以看到在我面前呢有几扇巨大的城墙工事，前面这个城墙已经垮塌了，现在是残垣断壁，我们应该要从那个方向穿越城墙，然后进入它的第2道防御工事。洞厅高约35米，左右的宽度是20多米。这个要是从洞顶神降下来的话，咱们队友火妹儿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了。作为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的胆子的话，还是非常少见的。城墙上面就有很多射击孔位，看到这个城墙上可以看到城墙的外沿呢是垂直向下的，但是里面呢是分为了4个台阶。城墙的地基厚约4米，采用的是4321的收分砌墙方式。现在我们爬到城墙的最上面看一下。为什么要采用这种4321的收分方式呢？更加的牢固。城墙的最上面呢厚约1米，这里可以看出这是城墙的最上面一层。这里看起来好壮观啊！在火妹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石仿木的圆形石拱门，它的宽度差不多在1.5米，高度在2.5米左右。一体成型的一块长条石，它左右的宽度在2.5米左右。这边呢有一个门柱孔，这个门柱孔的直径差不多是8公分。8公分的直径的话，这里曾经应该是用的木质的大门，是一个双开门哈，但是现在木料不见了。在里面有发现这种小石院，这个小石院应该是苗族先民所居住过的。哇，好大的洞厅啊！你们猜一下，这里有小石院，这边也有，这有灶台，一个石头垒砌的灶台，但是里面没有造星土，应该使用的时间不长久。小碎石头垒砌起来的这种石院子，这个是洞穴里面做的单间还是怎样？如果它是个房间的话，那么它的大门又在哪里呢？不得而知。这里有一个什么？小石院后面有个暗道，我们把装备卸在这里，进去看一下。那我就不脱装备，直接进了。哇，这蝙蝠为什么趴在地上？小心别踩到你了。这到了尽头嘛，这就是一个小型的密室。但这个密室还挺隐蔽的，应该是曾经的苗王寨主所居住的一个暗室。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这里出现了很大风。这里好大的城墙！嚯，第3道防御工事，对，这跟笔记里面记载的是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咱们穿越这道城墙就可以见到那个散落一地的棺材板。走走，出发！棺木远了吧？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操场，这前面会不会是沼泽？有点软，但是陷不下去。这里洞厅差不多有30多米高，很大一个平地。这个周边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千关洞里面最震撼的一幕，我们可能还要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全是棺材！哇！我去，这全都插着白帆，真的有啊！
这里还有火烧的痕迹，散落一地的棺木残骸，白帆应该是后来的人挂上去的。这边还有年代更为久远的棺木残骸，这个我们不近景拍摄哈，为了表示尊重。看没？这里是1、2、3、4、5副棺木。快看，这边有出口！哇，乾官洞有出口啊，像一个月牙形状的洞口。但是从这里能看过去，能够看到那个洞口有很多的木架子。洞道的一侧，这边有一副漆黑如墨的棺木。这个棺木架呢有6个角，6个角的应该是德高望重的男性。如果它是4个角的话，应该就是女性。这个前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油纸伞，旁边还有一个瓦罐坛。听到了警笛声没有？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去到洞口看一下，有很大的警笛声。这里也发现了一副非常久远的棺木。我们越往前走越多。这里有一个圆形的木种，上面插的有白帆。这个棺木架子就是4只脚，这前面全是木匣子架子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上还有一个相机的拍摄支架。据说这个以前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恶劣的直播事件。咱们这次的拍摄是完全合法合规的，而我们不会拍比较敏感的画面，请不要给我限流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副棺木，不到70公分长，上面还有用金丝勾勒的图案。在我面前呢，全都是陈列的非常整齐的棺木遗迹，一直到洞口，这里有几百个平方，可能有上千具棺木，1000多具棺木陈列在洞中的奇景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副棺木的棺架是6只脚，这个应该是德高望重的男性。那么这边呢，它就是4只脚，4只脚的是女性的棺木。刚才发出警笛声的就是这个树上的监控。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景区啊，不破坏这个洞穴里面的场景的情况下，保持敬畏之心，就可以进入这个洞道中游玩。让大家来这里玩的时候能够带走随身携带的垃圾啊。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你遇见过灵异事件吗？这是传说很可怕的一处废弃建筑——田南民族医专学校。通过卫星查看此处园区，俯瞰围墙布局怪异，形似小孩。据周边的网友介绍，内部还有存放大体老式的福尔马林池子，更是传言有人在楼道遇见过阿飘的存在。向来不信邪的我来到了这里一探究竟。暴雨倾盆，我独自探索，行至3楼，竟遇到了突发情况。这个门实拍记录，崇尚科学并无恐怖元素，特此说明。外面是雷雨大作，现在能够在这里面避雨还是非常好的。这边写了一个什么玩意儿？奖状，先进班级。这个1楼，这里有写的前南医专4号楼卫生公示栏。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坟墓。我从学校里面出来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坟壁。志当存高远，情意浓浓。这边地上是散落了一些药品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不是已经结束了？这边，哇，天哪，好大个味道！里面就是那种福尔马林的味道。地上有很多白大褂。1楼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。这时候我们随着这个台阶向2楼走。这里地上有很多的木柜子。这个旁边好像是什么东西燃烧过的焦油，布满了这个楼梯间，一些已经碎掉的试管，这里面全是药品。
这是什么？这个我还不太认识啊。看很多玻璃，我去，雨还伴随着很大的风。现在过去看一下，这边有很大一个卧室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能看到吗？这个上面有根鱼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门突然开合，这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灵异主播搞的事情。哎，它这根鱼线这样拿过来的，我不说的话，大家以为这又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看到没有？这样我轻轻的拉动，这好假呀！我的天哪，这些人为了流量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一个很平常的地方，被他们搞得这样邪乎。这个地上有很多纱布，这纱布还挺新的。这里是什么？一个药品室。在这个楼梯当中发现了别人装神弄鬼，塞的棉花塞到裤子里面，这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做的这些东西。这个上面一根鱼线，能看到吗？这样能看到哈。它绷在那边，它可能就是让它滑来滑去，让下面的人爬上来就看到一个人晃过去哈。它大概是做的这种效果。我们一个人来这个地方探索的话，胆子还是要够大。看到没？这里还搞的这种钩子啊，这挺专业哦。生物化学实验室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化学实验室。梦想不悲伤，它这个上面全部都拉的有鱼线，看到了吗？是在这里装神弄鬼搞什么？来这里面参观的话，就是要小心这地上的一些玻璃瓶，别的都不用害怕，啥也没有。从这里呢是可以到3楼去的，这里还有楼梯间往上走。这个架子上有很多药品，琳琅满目的，啥都有。那这里为什么还有辣椒呢？这个辣椒就让人很看不懂了。这里被翻得稀巴烂了。这个里面啥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往走廊的另一头过去。那里有一个玻璃的器具。不知道是什么，这里还写的有封条，但是这个封条已经拆开了。哦，是可以打开的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些全部是实验用的一些烧杯、量杯器具。这个是用于那个显微镜观察一些微生物用的那个试片，是不是？看到在房间里面都漏了很多的水。这个过去是什么？因为外面在下雨啊，所以漏水。这是一个小隔间，地上还有中药，上面写的有行政啊，写的有没有看视频的？就是照片里面的人。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。看这个药品室，咱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些玻璃瓶子装的东西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是黄老汉。这里面有好多疯子。这是一个梯间，现在通过这些课桌，我们能想象曾经在这里，老师应该站在这个位置给同学们讲课，但现在人去楼空，看到的只是曾经留下的辉煌。现在我们
继续向这个走廊的前面前进。这里好像徐小芳拍的那个地方。哇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这个里面啊，徐小芳曾经拍到了一些东西。以前在这个地方摆的有3位大体老师在这里，但是也许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呼吁，当地相关的人员把这3位大体老师呢拿过去妥善的处理，能够看到以前的人在这里放的一些火纸、什么香纸之类的。这里好像焚烧过什么东西。这个池子上面有福尔马林的痕迹，这边池子也有哈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里面有很多灰烬，大家可想而知里面是什么。快走，这个地方我们不多待了。哇，好大个味道！这里很大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。这又是别人装神弄鬼在这里搞的一个东西。这些人真的是没有什么语言去形容他们。看这里搞的也有。回到了楼梯间这里，就准备原路返回了。云南民族艺专学校里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多稀奇的事情，多部分就是一些主播啊，为了在里面装神弄鬼，做出来的一些东西，里面居然发现大量的鱼线。同时在这里呢，也呼吁大家来这种地方不要加以破坏，要相信科学啊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鲁山王有可能真的存在，你敢相信吗？我们在天坑底部竟见到一座千年墓冢，这里是位于湖北恩施的一处天坑竖井，历经100米绳降，我们在内部竟发现悠长的地下甬道，穿越甬道数公里，赫然出现一堆白骨。带了300米的绳索，这个坑呢，它是在密林当中，我们要仔细的寻找这个下降点。据说这个古关道上啊，以前经过的人能听到这个天坑里面传出这个很大的巨响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投石问路，试一下，来吧。钻10根竹子作为自然锚点，时刻注意这个脚下我们的踩位，要是踩到一条那个老蛇了之后，那就不太好了，必须得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。在这里做保护站，继续向上。这个我们从颜色来分析呢，就是10大功劳，又叫赤黄芩。见过没有？这个特别苦哈，苦的要命。跟黄连一样的，黄连、黄芩、黄白都是苦的要命。像自然的空调。从这里下去还有一个20多米就可以到底了，那个地方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为建筑。这坑底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哈，差不多有1-2亩地。非常安全的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继续下降。快看，那个地方有光，看一下。我天，这是怎么过去的？看那个地方，能看到一个窗口，好像那个出口在悬崖绝壁之上。现在火妹正在下降，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。咱们看一下，这里又发现了传说中的大笑坑。这个下面好像还有一层。但是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说的这个墓冢，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墓冢？现在向阳正在下降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快来看，这个地上有银元。哦，真的。就是银元就是这样直接摆着的哈。继续向这个下面探索，发现了有一些凹削的遗迹。
然后呢，还有几个大石院子。这些人是怎么下来的？真的是让人很不解哈。这里有几个灶台，这里应该，哇，山王老君位。夏阳，这里有文字记载哦。这里是一个灶台，不知道是熬烧的还是煮饭的，搞不太懂。这里有一个小水池，已经干涸了。这个上面写的有“山王老君位”几个字，然后摆的有一个泥土，这是泥菩萨吧？应该曾经在这里立的有个泥菩萨。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寝室，就在这个树井的底部。然后向阳他们在这个下面发现了有一个洞道，我们直接这样下去。哦，那个就是那个墓冢吗？真的有墓冢啊！天哪妈耶！大家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生机。你说古人他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墓啊建到这个天空的底部的？看一下，被掏空了哈，或者是根本就没启用这个墓。右手边这边有台阶往上去的，这边好像有一个幽深的洞道。哈，这个洞道有点意思啊，圆啾啾的，圆啾啾的。上去看一下。喊一声，看里面有回音吗？什么声？回声可以传很远，应该很深。哎呀，这个洞道并不高，去看一下。进来之后变宽大了，再回去看一下。然后进来了，这么小。我们继续前进。是从那个位置进来的。这个洞道呢，它是直奔着那个生机，有点奇怪。这地上水也挺干净的。有树顶哈。它为什么这个洞道是正对那个生机的？让人有点不解啊。哦，那里有跳石，看到没？说明以前有人这样过去过。走，有可能下暴雨的时候，这个下面是淹起来的。这里面会不会有生物？啥都没有。啊？这里有洞道。那说明这里是唯一上去的道。爬上去看一下，上。能走上去吗？能。这里有一个向下的洞道，继续向下走。这里面典型的一个水溶洞穴。哦，这里分成了上下两条洞道。我们现在是走的下面一条。盲洞。下面是盲洞。收到了。有没有人为意见？没有。上去。这几上几下的容易迷路啊。前面别动了吗？有，在这边。从这个下面上来，这里人为痕迹越来越少了。小心了，我兜着你一点。这里要一直向后走。这个上面就是。啊。这上面。
这里是有梯子下来的，往下走的梯子。哇，这里这肯定是一个甬道噻，从这边吧。这边。这里就是连通的，这个下面甬道被毁坏了，怎么了？撞到头了。幸亏有头盔。哇，好窄哟！这好像有人工修凿的梯子，看这个地上，空间不大，好窄。很窄吗？嗯。上面好多木板。哇，这里发现了很多木板，这会不会是以前的人弄进来钉了棺材的呢？嘿，有蝙蝠，上面也有几个洞道，太复杂了。这个像一个脑腔一样，又像一个骷髅头。我们现在向下走，我再下去。哎呀，下来之后洞腔变大了。我们现在向着洞道深处前进，是往这里去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甬道，这边好像是盲洞道了。那么这个甬道，这个甬道通往哪里呢？看一下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嗨，小北，有个暗道。下去看一下，有个人工甬道，快过来！来了。牙齿印，牙齿印，看到没？这是在藏龙涧发现的神秘软金属，400米的深渊令人窒息。投石问路。2、3、4、5。老人直言这是个吃人的深坑。哪里有老鬼？老鬼呀！老鬼！从古至今没人知其具体深度，就当我们顺着水流一路下降，不经意的发现让所有队友惊叹不已。我在这里发现了好东西。这前面就是这个天坑啊，实际上这算不上天坑的规模啊，顶多算是个竖井。我刚才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，下面有一滩水，可能也就100多米深。这个就是石菖蒲啊，菖蒲。上次在阎王沟有很多人说找到那个蓝草是菖蒲，实际上并不是的，这个才是菖蒲。哇，感觉这里就要开始布绳了。我在了。因为这个下面有一个断崖，我准备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保护站，然后我们的后援呢在这里等我。降到了下面这个平台这里啊，现在我做好了保护，给大家一个安全拍摄。这个下面就是垂直下降了，我现在到那个前面去看一下，听一下声音。石头没落地，我们继续下降。降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天坑的底部了。可以看到在那边呢，那个水帘的后面有一个黑漆漆的大洞，目前还不知道那个洞的深度啊。我们现在在这里还要做一个点，然后就可以一层大概20多米就可以下降到天坑的底部了。现在下降的是户外向阳，我现在已经成功的下降到了这个天坑的底部，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就全是这些乱石，而且有一些骨头啊这些东西。从我对面呢就是一个黑洞，然后有4、5道这个非常漂亮的水帘从上面倾泻而下，而且我左手边呢这个石壁是被洗刷的非常的光滑。在这个下面发现了雷管，向阳，我在这下面发现了好多雷管，这有很多这个电雷管，这应该是附近的村民丢下来的，很多电雷管，哇塞，这应该有几十个，缠成了一卷，这个已经失效了。我们就把它丢在这里。
待会儿等队友下来了，我们就深入这个洞道，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。这就是个小水坑，这里要涉水了啊，要从水里面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哇，这里好大的雨啊！天哪！我现在已经过来了。哇，我先去看一下，你们在这等我。你看，在这个下降点的旁边呢，发现了一株盐白菜啊。这个下面阳光非常的稀少，但是这个盐白菜依然在顽强的生长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哇塞！好了，咱们继续下降。前面呢有很大2根阴沉木，快来！这里发现了2大根阴沉木。哦，看到没？好大2根阴沉木。现在又下了1级平台，下面还很深。我们继续下降。翠绿的青苔，然后这一层呢是要降到这个深潭里面啊。我现在是打好了专业的保护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哈。这个前面呢是一个狭窄的裂缝，然后那个有电筒光的位置呢，就是它的第4级平台了。千年阴沉木，哇！这个阴沉木从上面这个石化的痕迹来看，应该是下来了很多年了，不说1000年，800年应该是有了哈，非常的结实。走，继续深入吧。哇，这下面还不知道有多深，这时候雾蒙蒙一片，队友正在下降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妙妙屋，这里面有人为码砌的石头，好神奇啊！在这个200-300米深的长龙坑底下，居然有人为修筑的工事，嚯，太神奇了！现在队友到前面去了，我们继续下降。现在呢，就顺着这个水流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前面已经能看到一些钟乳石了。哦，这也是人摆在这里了，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玉化了。不知道这个摆在这里多少年了，我们看一下，非常的老实。我以为这是一个处女洞，说我们是第一批进来的人，想不到有古人呐、有前辈，居然是下降到了这个底部，200-300米深啊！我的天哪！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竖井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边过来呢是一条非常狭窄的河道啊，豪哥这时候正在开线，这是做了专业保护的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。这里有一眼瀑布啊，有一股瀑布倾泻而下，这里下去并不太高啊，可能在8米左右。然后那个前面呢就是非常狭窄的河道，一直往深处前进的。继续前进，豪哥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我们继续开线布绳。20多米，又是这种20多米的，这个好费绳子啊！要么就是100多米的，直接的下。这个下面的瀑布，哇，好壮观啊！豪哥依然在开线啊，这个下面不知道有多深。你们跑不完了，冷不冷？这个位置啊，豪哥的点点星光，这里下去不止30-40米，可能有60-70米的高度。咱们继续下降。现在我从那个位置降到了这中间的断崖处，这里有个小平台，简直就是水帘洞嘛。现在豪哥已经通过了这个水帘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被水淋了一身，湿透了。这时候已经冻得不行了，感觉说话都有点打高空的感觉啊。这个前面呢，狭窄的裂缝，这个裂缝感觉是深不见底啊，反正是雾蒙蒙一片，不知道有多深呢、扔个石头看一下，扔个石头看一下吧。好冷啊！我去！喂，快看这里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？
哇！三人！哇塞，这里发现了好东西！我的天哪！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那什么？那像房子一样的。有点像，有点像。我的天哪！我靠！厉害了吧？放那里还有没有？现在这么多！长龙坑里面发现了黄色金属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物质，但确定它是金属的。我咬一下，我咬一下。别到牙。哇，看牙齿印，看到没？哇，这啥？哇，软的哟！我的天哪！看一下，快，看有没有？看一下还有没有？好冷啊！冷得不了。你刚刚怎么发现的？我在这里啊，你看我这冷的，我这一看就看见了。看到反光。哇塞！看着，冷得很。太厉害了！那我们是不是找绳子继续下降哦？不是了，没有绳子了。我帮你要回去找绳子了。我包里没有了。我的天哪！仔细看一下。我又发现一个。哇，这个沉啊，这个好沉啊！你都放在这里吧。我们再看一下，这里发现了好多。天哪！我厉害了！看到没？又找到一个，又找到了，说明这一块很多，这是一个回水湾。好冷！刚刚在这里随便找了一下，然后共发现了这么多啊，看到没？哇塞！豪哥，这下不冷了吧？冷，我们感兴趣这个。太冷了。哇塞！我先走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好，你先撤吧，我还要找一下。哇塞，这个厉害了！真的厉害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连那个用车阳哦。有的。这里下去不止30-40米，可能有60-70米的高度。咱们继续下降。快看，这个洞壁上面全是龙鳞纹。开凿的地下古城，开凿的这个隧道。天坑下面藏着地下城堡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位于云南边境的一处地陷天坑。当我们下降穿越数百米，一条类似龙鳞般的隧道将我们带到了怪异空间。哇塞！钙化的石墙、怪异的脚印、未知生物的骨骸，跟随我的镜头继续穿越，身临其境体验什么叫他妈的绝处逢生。传说这个地下古城呢，是100多年来从未有人涉足，下面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守护。今天我们户外大队所有的兄弟都齐聚在此，因为这个下面实在是太神秘了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就准备装备，准备下入其中一探究竟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搞。投石温度啊！哇，落地了！先锋已经将线开到了地下古城的下方，然后我们准备依次下降。究竟下面有没有大蛇和古堡了？这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阿志的人了，先锋依然还在开线。就这里曾经就是这个地下古城的中转站，下面应该能够发现一些人为痕迹。我们继续下降吧，安全操作。真的有地下城堡？真的有地下城堡？对，这里有石墙。咱们来到了坑底平台，我在这里发现了非常大的一株天南星，这个大家在野外看到了，千万不要误食它。这个成熟了之后是鲜红色的，看着就像野果子，但实际上这个是有剧毒的哈。现在先锋那个下面发现了有古城堡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里看到了城墙，啊，这里后面是深渊吗？深渊。哦。一个巨大的深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土石结构的城墙。从这个位置向下看去，一片漆黑。
开始安全下降。可以看到，在我身后呢都是这样的石坎子。下降到了底部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洞腔，那边好像还有石梯子啊，这里看，那个对面好像是石梯子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应该是古人在这里休息的一个床榻。那边有一个洞道，现在我们将洞腔全部打亮了。现在我站的位置呢，应该是古人在这里修的一个点将台。可以看到这个下面，在阿字的后面有层层叠叠的像石梯一样的这样的梯田结构。这个应该是以前古人呐用来屯兵的这样一个建筑工事。去下面看一下，看，瓷碗有古人生活的证据。对，瓷碗，而且这个瓷碗还挺好嘞。对，这应该是明宋时期的产物。可以看到这下面是一条地下暗河，然后阿这前面你小心一点哈。可以看到这里还有那里有这个腿骨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了哈。这边就出现了大量的消土层，可以看到这个沉积土上面已经泛出了白色粉末。这边有叠坛向下，很润，哇摸到手里好润啊，这种。这里人进不进得去？人好像进不去，只有20多公分高，这里进不去，只能向着水流往下走。这个黄泉河道的旁边呢，也是有这种石坎子的哈，但是从这个上面泛出的销粉来看，这最少哈是200-300年前的产物了。小张龙传来消息，这个洞道是通的，我们就从这里钻过去。哇，这里曾经有封堵的痕迹啊！这里看右边，哦，这有石墙哎，这有石墙。这个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？这个位置就是以前封堵的，对啊，里面可能有一个大城堡哦。有可能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道石门的一个小门。对，因为他以前从上面走，所以说他下面就给它封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就两边都有通道。那老规矩先走哪边嘛？看老规矩，往右是向下的，左手边先走一。这边过来之后好像是通到了这里。我们刚刚要是不沉的话，就从这里下来了。刚刚看到裂缝，就是通向了这里。洞道很低矮，但是，哇，这里有龙鳞，龙鳞，龙鳞纹，哇，快看，这个洞壁上面全是龙鳞纹。哦，不对，这就是开凿的地下古城开凿的那条隧道。也有可能哈，对，这就是地下古城开凿的那条隧道。一个非常圆润的甬道。对，因为它神奇了这个有担子印。这个不知道究竟是神龙居住过的，还是说是古人开凿的。但这里有脚印，有脚印。对，对，这个动物还不小哎哈。哇，有动物的脚印，不知道什么动物。是一个五爪。刚刚走的，刚刚逃走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追！刚刚才操作的这个脚印。有脚印啊！对，上去的。你看这里，哇，这里有城墙，阿紫你快来，来了，看没？哇，这好隐蔽啊！在这里。有光，什么？前面有光！什么东西？有光！快走！我去！这什么情况？
哇！天哪！哇塞！我们来到了一个天窗的底部，天哪，太震撼了！好大呀！来到了一个通天竖井的底下，可以看到上面就是雾蒙蒙的一片，不知道有多高。然后这个下边，你们快看，这边的城墙，这边的城堡已经完全钙化了。天哪，叮的耳光。那个上面好像还有一个通道，然后这边是主河道。刚才那一只动物应该去了这个前面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可能可以容纳几万人。这边也有一个硕大的空间，地下暗河是这么一直过去的。咱们看一下，究竟通向了何方？那个奇怪的脚印又是什么动物所留了？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前面依然有非常深的洞道。现在我们决定沿着主河道继续向里面探索。村民说的古城遗迹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但是传说中的大蛇和刚刚看到的那个不明生物的脚印，这些都是我们还要去探索的地方。动物爪痕，看起来应该是黑熊或者是什么样的动物。哎，这里好像有一个洞道进去。然后这个黑熊会不会有时候藏在这里面？这个动物应该不是特别巨大。哇，看这个钟乳石，漂亮吗？像蘑菇一样。这边再次出现了向上的地下暗河。刚掉了一个。什么？豪猪啊？豪猪刺。这应该是刚刚它跑的时候掉的哈。刚刚掉的。哎，你说这个孔像不像人工打的？快看它这个研究一下，这是刚刚掉的，新鲜的。还有味道。你看这个孔。这个石头里面镶着有这种玉石，我们打个光看一下哈，它是通透的，能看到吗？然后这边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物件，好像是一块玉，玉里面还有石蛋。有哦，这样我想起了老家那个长的那个木碗里面。对，那个豌豆豆。对，很像哈。对呀，好像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还长了一窝。还有这个，长了一窝豆子。然后我们继续向这个洞道的上游前进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前面非常低矮，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干过去。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到达这个地下古堡的核心区域。这里我不知道干过去会不会干到缅甸那边。要是把腰子留在那边就不好了，这里就完全有点难搞了。这里可能只有30公分高了，兄弟们，现在要拼老命的进去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！这没有很足的探洞经验的话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操作。哇，那是什么？有个东西在动，你们快来！老婆已经卡住了。哎，看到那个前面有东西在动，你们能看到吗？就在那里，应该是豪猪，兄弟们，这个前面有可能是豪猪。洞道再次变得低矮，从左手边，哇，就是豪猪，就是豪猪。天菩萨！啊！这个要一直这样爬进去。
作为小白的御用摄影师，我会必须紧紧的跟到墙。哎呀，好难爬哟，天菩萨！哎呦，有点扔客气包哎。它主要是还有点沾衣服的感觉。哎呀，拿那么多东西，卡住了。我真的感觉不行了，现在我的那个肘啊和那个膝盖已经全部麻木了。哇，真的有光！哇塞！现在我们靠着意志力已经抵达了它的另外一个洞口。看一下定位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到缅甸了？哎，这是一个世外桃源。世外桃源，看这，这真的是他妈的很不容易啊！特别是你那个电池活电筒，看到没有？这探个洞还是很不简单的哈。在里面还是经历了非常惊险的这个探秘之旅啊。由于这时候外面天气突变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块头太大的呢，决定从外面就是迂回去。然后有袍哥，还有坏孟少杰，他们就要身材瘦小，然后灵活一点，他们回去拿装备。这时候就分头行动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。下次等这个泥沙冲干净了，再来给大家寻找地下古城。那本期的视频呢，我们就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黑洞深渊发现巨型骨骸，如果是龙的话，应该是非常的长，有点像老虎。七旬老人曾在此目击巨蟒。宇宙的蟒啊，龙啊，马跟人有那个大锅锅一那么大，一口燕子也扑得出来，你到底是个人山的，到底抵不抵得住哎？当地人称其为蟒坑。当我们极限放绳200多米下入其中，竟发现空间巨大，洞道错综复杂，稍有闪失便是九死一生。这里真的有洞道，不知洞道的尽头是巨蟒老巢，还是活人炼狱？跟随我的镜头下入蟒坑，一探究竟。太深了，我去。好滑！曾经这个坎子上面是做了一个盖板，防止里面的巨蟒爬出来伤人。小北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在顶上，哇，幽莲虫，好多呀这里。我感觉这个洞道有可能就是那个巨蟒慢慢歪出来的一个洞道。把我歪出来呀，因为我们装备啊，所以说特别难爬。我去。哎，前面好像变大了，前面变大了，有大空间。对，这边变大了。在前面就是树节，你小心一点啊！没事，你快来。现在挂好了保护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蟒源有多深。龙吟声，听到没有？我刚刚听到，我也听到了，我脚都在发抖，似乎听到了蟒的嘶吼声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准备了专业装备，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，锁将这个蟒坑。先锋已经下去了2个安全站，我们准备下降，来到了第2保护站。那享受这个回音呢？红叶天空上，好深邃，继续安全下降。太深了，我去，那好光滑呀！这个会不会是那个蟒，主要在上面缩了的？
磨出来的这么光滑来。换点之后又可以下降啦。这个下降是一时爽啊，爬起来真要命。下降了差不多110米左右，现在向阳还在开线，什么情况？200米到不了底。200米不到底，继续安全下降。是不是非常的丝滑？这个下降器在下降的时候会非常烫，所以不要下降的太快了。全是一声悬空。下面是有水吗？是有水。成功到底啊！我去，70米的悬空降下来，在这边就看到了这个大骨头。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某种古生物的化石，已经完全石化了。看这边哈，完全已经钙化了。这样看起来的话，有点像老虎。这里面没有食物，它有蟒的话，它怎么生活呀？我们去这个上面的洞道看一下，要从这里爬上去。哟，这些侏儒是上面找点，好，我们从这里。哇塞，这个就是真的很难爬。哟，这些侏儒是上面找点，好，我们从这里攀登上去，就可以上入上面这个平台了。继续开干。看，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像火炬一样的水冲石，是不是像火炬一样？在这里，咱们继续前进。火妹一马当先跑到最前面去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里面的人为痕迹就比较少了。这边去了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边全是坍塌区。刚刚从这个小洞这样爬上来，我们看这个洞壁上面好多奇形怪状的水冲石，然后它的洞道了又是向这个方向去的。哦，这里洞道变得很干燥。哦，像这个干洞道里面有这么多水冲石的话，说明曾经这里也是淹起来的。继续前进。小美，你看这些石头好漂亮啊！水冲石吗？对。哦，千奇百怪的。看这个。继续深入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我来。嚯，相机碰到头了。哇塞！这里。哇！哇，这里真的是体验感超强啊！这一整个通道全部都是水冲石，继续深入。这条密道究竟会指引我们通向何处呢？
这个洞壁上面有水冲石可以攀附。现在我们过了这个潭口了，可以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。小杨，那个下面发现了一截竹子，我分析这个下面是有洞道的，虽然说这是个潭口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下去一看究竟。这才是被你填满了。哎呦喂，看到没有？我真的下去了。哇，这里真有洞道，真有洞道！厉害了！要么就是盲洞，要么就是有出口了。因为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风流动。这里洞道一分为二，这边有一个，左手边这个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是一个盲洞道，走不通。那么我们就走右手边这个。开始上行。小羊对窝，滴水穿石就是这么来的哈。这个石头漂亮吧？盲洞了，什么？盲洞，盲洞的？进不去了吗？动了吗？哇！这全是水冲石，可以看到这里面确实是过不去了。好，我要走到它最深处，这就已经达到了极限了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原路返回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可能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被湿水浸泡数百年的原始森林，你见过吗？这个树下全是棺木。这是迄今为止保持最为完整的青窑洞葬群，参天古树下的棺柩随意摆放，山洞深处无人下脚的场面令人后背发凉。53刻过后，无人敢靠近此处。我们在经得在老许可后实拍记录，哪知洞内的场景氛围超过了一切电影特效。户外小北表示再也不敢去第二次。快走！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密林当中，大家看这个林子里面倒下的树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有70多公分。可见这些树都是生长了100年之久。那边好多呀，就在那个位置，它在林子里面很多。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青窑洞葬，就在这里呢。当地人呢，把亲人送上山之后，在棺材上面正砍3刀，反砍3刀。从此之后呢，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林子里面来。目前感觉还好，就是味道很大。你把口罩戴上。我要把口罩戴上。这个味道特别大。哇！天哪！小心脚下，你们。好。看一下。简直是触目惊心。这个上面呢是布满了一些爬山虎，然后棺椁上面有一些斗笠的痕迹，那个地方还有一条鱼。就这些沙木呢，它的木材主要是沙木和柏木。然后在向阳的正前方，那些上面没有藤蔓的，就是比较现代的。看这个脚下，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走这个大石头上面，千万要小心一点。小北，你看，你看每一个上面都会做一些那个造型，对鱼的造型。它还写的有一些农具啊什么的，包括有一些浮雕花纹啊。它应该也是跟我们土家族那边视死如是生。小心啊，你们千万要注意脚下。哇，天哪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，这真的是深深的震撼。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脚下它是有很多年代非常久远的棺椁。哇！
我透着这个口罩，还能够感受到很大一股味道。看一下，无精无怪，无精无怪。看一下，进入这个洞体内部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木料码迹在这里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可能这些东西啊，摆在这里的棺椁有很多已经破碎了。咱们看这个棺椁旁边，它是做的有这样，这个棺椁上面做的有这样的井字架。如果在苗族那边呢，它这个4个角的呢为女性，但是瑶族这边的我们不太懂。可以看到，这样一直过来，一直过来，到那边全都是。它的主洞道是跟这么过去的，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。小心呐，小心！哇！从这边过来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窗，那里有光。这个洞天高达10几米，从地上散落的石块来看，应该这个洞穴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1000年，还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洞穴。从这么一直进来，有很多的棺木碎片，那里几根树根，那个树根已经垂下来了。在查阅古籍的时候，了解到以前的瑶族先民呢，在这个寨子里面，年纪大的老人过世了之后啊，同寨的人呢会将这位老人分而食之。后来有母女3人呢，他打破了这个习俗。据说那个老人走了之后啊，他的那个女儿和他的儿子觉得把他吃掉有点残忍，将那位老人呐给弄到这个洞里面，就是这个洞里面藏起来了。后来村里面的人知道之后就询问他，他说他的妈妈养他们太不容易了，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风俗呢改为了宰牛祭亲，用一条牛来替代了他母亲的那个身体。这是一个传说故事，是从古籍里面查阅到的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据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青瑶洞藏，曾经里面是失过一次火，然后呢有上千具棺木被火烧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另一个大厅，这空间差不多有几10万个立方，地上有正在形成血珠的石头，这边有一个出口，我们向这个方向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些石头被人码成了这样的柱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边能够看到有光，这边有个岔洞，你去这个岔洞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洞穴的洞顶呢，有好多蝙蝠。我们从这个小岔洞又会通到哪里呢？过去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水溶裂缝向下去的。结束了这个洞道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到了尽头，这就是一个水溶的小裂缝。现在我们随着这个青瑶洞藏主洞道继续向前前进，看一下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。据传闻呐，以前有户外博主来这里拍摄的时候，
出现了幻觉，但是我这进来的时候还好，感觉一切正常。这像一个金蝉呢，看这个腿，这是头，很大一根金蝉石。这个前面好像是一个天生桥，这是一座古桥吧？是一个渡槽。从这边过来，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修建年代很久的渡槽，这个上面有流水声。看这个地上的叶子啊，全部是呈这种红褐色的。这边有个洞道，看到没有？有明显的分界线。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哦，这里也是一个洞道。看这个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了。现在从这里继续看一下，这个洞道看起来不深，然后里面也没有棺木。据说苗族先民他对这个洞葬选址非常的考究。第一是要够大，再就是要通风透气。那个上面有一个小裂缝啊，但是我们不上去了，我估计我挤不过去。可能从这边原路返回了。现在我们从里面撤出来了，这里面的场景啊，对于我一个土家族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匪夷所思、触目惊心。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幕，感觉这次的旅行探险还是非常的有意义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股骨头在那边，应该头骨是冲过去的。100米天空下的抛尸现场，你见过吗？数十年前，老人亲眼见到天空怪事发生。看台看到这一团子打雷呀，就换一个龙腿的。黝黑的洞口下面究竟藏着多少秘密？我们利用单绳技术极限下降数百米，下到坑底之后，眼前一幕让我们头皮发麻。开线先锋，户外小蚱蜢将线开下去了，目前还是没有到底，100米的绳子已经用完了。现在呢，向阳又送了100米的绳子下去，不知道这个坑的具体深度是多少。开始准备用安全装备进行下降。中段打个灯上来是这种效果哈。这是一个腰子口，我们继续下降，即将进入这个不知名的飞龙洞。继续进行安全下降。哇塞！看这个空间特别的巨大。那边还有一个紫鞘洞的槽，里面有4个蛋。这个紫鞘洞是山有动物啊，咱们所以开线呢都是开到这个旁边的，千万不要去打扰它。就是一个无底黑洞嘛，这完全。我们在这里要进行200多米的垂直悬空，继续下降。现在阿志也紧随其后。进行安全换点，换点之后继续下降。你下去差不多还有50多米的距离，我们继续下降。成功到底，安全落地，正式探索下面的洞腔。老人说的龙究竟存不存在呢？接下来我们慢慢走，慢慢看。哇，这下面空间好大呀，可能有2、3亩地吧。这里有很多这个石莲花，它是一个从来没有人类踏足的这样一个地底深渊，它的底部就是这样。在这边呢，还有很多当时这个洞穴发育的时候
掉落下来的石头。哇塞，大家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哇塞，首尾分离了。这个下面泥潭里面应该全部都是那些小骨头、碎骨头，骨头在那边，应该头骨是从那边冲过去的。小心一点了，脚里面踩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那边亮光的地方就是户外阿志，他到底的话还有100来米。我们看一下这上面，哇，这是龙椅吗？感觉很漂亮哈。这边更漂亮了，正在发育生长的钟乳石，简直是洁白如玉啊！你看一下，非常的透哈，是不是？户外向阳在那边探索，我们接下来就从这里走下去，看一下这个下面还有没有洞道。有一个洞道向下去了，试图将这个穹顶打亮，没办法，我们4把电筒，43、12、45、24，4万流明，打不亮这个洞墙，太大了。我们现在从这里往下走，看一下下面究竟通向哪里。哇，布灵布灵的，好闪呐、真是亮瞎了我的眼。这里还有洞道没有？哇，这里没有其他洞道了吗？那龙窝在哪里呢？这个下面是没有洞道了哈。这里面的景象啊，特别是像那个水底通宫，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传说中的神龙。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探险，一直在寻找龙的踪迹。布灵布灵的，好闪啊！流光溢彩，就是说的这个哈。看一下，这下面有很多冲落下来的乱石，然后这前面好像还有个洞口。哦，这边是很大的一个沉积土堆积区。看，这里有一道石门，进入这道石门里面。我的天哪，这下面有一些骨头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。看一下这上面，像老枪一样。看这，不知道是不是龙的骨骸。这里也有啊，这地上有很多，这里也有，这边一片都是。这前面没有看到了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乱石墙里面发现了有很多骨头。这里好多骨头。我们这时候从这个石门出去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。哇，这里好多壁流石，它是正在发育的呢，是呈黄白色，被这个泥土涌起来的就是灰黑色的。看这个金钟，从这个地方看又不是很像了，这边看就像一头大象啊，像是站在一头大象的背上。也有点像骆驼。这个金钟顶是不是很震撼？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没有看到别的洞道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只能说带着遗憾呢，原路返回。在这个下面并没有找到龙的踪迹。这个上面垂下来的石旗，真的就像龙的那个龙旗一样。
坑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关键这个坑已经很深了，里面并没有发现龙的踪迹。你那下面还有洞道吗？没有。跳下去。这地上也能看到一些骨头。哇，向阳去那个下面了，那你能够看到它的光。我们回到了这个神降点，小帐篷呢已经去到了80几米的位置，我们这时候准备上升，离开这个飞龙洞。大家不要被这个传言所迷惑啊，这里并没有发现龙，这完全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，用来吓人的。因为这个坑呢，在没有安全绳索的情况下，下来之后，那真的是九死一生。在下面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吧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水下几十米，发现10年前离奇失踪的民船，靠近船体卧室遇见可怕一幕。接下来随我镜头，看你能发现多少诡异之处。这时候已经来到了这个沉船的上方，潜水电脑显示啊，这里温度在29度，然后我们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43米的下潜，看最终能否找到这个传说中的沉船啊！话不多说，开整。连续下潜中，穿越12米的浑浊层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总算穿过了浑浊层，现在视野逐渐变得清晰。水深来到了14米处，继续下潜。火妹儿发现了一把完整的钓鱼遮阳伞，不知是哪位钓友遗失的宝贝。水深来到了23米处，光线变得越来越黑，还好有潜水手电，不然队友丢了都不知道。猛一抬头，突然发现沉船的影子，不知是不是当年丢失的那艘船。环绕船体一周，这艘沉船足足的有20-30米长，昏暗的水底没有任何鱼类活动，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。发现了一个类似卧室的船舱，里面发现了一个床垫，空间比较狭小，进入有点风险，寻找一下看有没有进去的通道。只看到床垫，没看到被子和失踪的人员。最终，我们决定进入船舱，查看船体内部情况。由于时长原因，内部环境下集展示。1、2、3，遇到了龙吸水。电影中出现的龙吸水被我们亲眼所见，你敢相信吗？天坑底部的龙潭一夜之间水位下降了10几米，如此庞大的地下水系究竟去了哪里呢？水下无人机遭遇的神秘吸力又是什么原理？水底拍摄到的衣物是否就是当年走丢的老者？请跟随我的镜头去往龙潭深处一探究竟。全是沙，这个水绿莹莹的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个水位还在这个上面。现在下降到15米左右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吸水吗？上次我们听到那个怪声，也许就是这个水消下去的声音。这里好多鱼，好多鱼，向阳你看，
哇，小鱼苗哈，好多鱼啊！那个后面就是无尽的深渊，好可怕，冒着雾气出来。这时候咱们用这个水下无人机，直接下水去看一下，期不期待？我们直接去那个深渊里面，下这个，潜下去。这时候的咱们的深度是2米，我们先看一下水深。哎呀哈嘿！这里只有3米多深。3米多深，好可怕。这下面有那个泥浆啊，被我一下搞浑浊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把深度，提一点。哇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这个。哇，这石头看着很可怕。这是什么红色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，好可怕！走近看一下。它好像卡住了，卡得很紧。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在水下6、7米的位置，拽那个线是拽不起来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咱们在进行上升的时候，我这时候是满打杆，等下无人机它是完全没有动，停在5.79米，无法上升。起来起来起来！我的去，差点把这个水下无人机给交代在这里了。这里不简单，算了，这里不搞了不搞了。我们改天搞了个动潜设备，直接潜下去看一下，看看这下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。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这上面是3耳金针。500米悬崖半空发现金丝楠木楼阁，洞口石墙若隐若现繁体古文，难道这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吗？掌心对着命门，你那是第1步。当地老人传闻此栋楼阁为神仙所建，已存在1000年之久。受到当地文旅部门邀请实拍考察，我们利用 SRT 单神技术进入其中，哪知发现的一切超乎想象。广西白色有一个。这是我见过的第2个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神仙阁所在的正面半崖当中，我的队友正在那个悬崖上面开线了。
此次的探索呢是经过了拍摄许可和安全报备。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看到里面有非常精美的木质阁楼，那个具体是不是金丝楠木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先锋队友开了线进入其中一探究竟。现在队友正在悬空下降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神仙阁的正下方，这根大树的下面，石壁上面还插的有一些木棍儿。现在准备上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平常就是这么上升的，这需要非常强的臂力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这里发现了古人在这里打的栈道，不知道已经距今多少年了。那他们说这个是神仙建的话，难道神仙上山也需要栈道吗？我们已经从下面爬上来了，来到了保护站这里。刚刚咱们是从这里上来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有字，这里写的有李岩荣安，这里有人洞2个字，这边应该是仙人洞啊，果然是金丝楠做的哈。是的，里面还有诗，还有诗啊，应该是个武功秘籍。还是让我这个有文化的来看一下。元青花，快看，孟少杰研究一下。这是一个碑展，这上面写的有字，哇，真的有。这还是繁体字哈。写的什么？什么同居得避乱，然后什么无忧无虑乐逍遥。这个是有人避乱住在这里过哈。对。什么年号？看一下。看不太清楚了，那边三人题没有年号，没有年号。嚯！你看到吗？这些纹路非常的精致哈。然后这个上面的凿痕还是以前的那种斧子。这边呢可以淋到雨，所以长年累月的雨水的冲刷，上面已经腐蚀殆尽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还发现了有这个紫锦，这个应该是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，就是说种下的，以用来美化这个洞。我们这时候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刚刚我们看的是右边的洞道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边。哇，非常古老的这个陶罐，应该就是在这个洞里面选用了泥土，就地取材做的这些。这边有几大方的木架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双灶。从这个造型土的痕迹来看，应该是这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很长时间。走出去看一下，全是溢水的金丝楠。这边也有，这个上面非常的明显的金丝楠特有的龙鳞纹，这个下面就是乌浆，这里非常的显要啊！我是用的自拍杆拍摄，所以非常的安全。曾经这里还做的有一个栏杆，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这个木架子的上方有一个漆黑如墨的石头，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墨石吗？黑的发亮，它跟旁边的洞壁格格不入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厉害了，这有多重啊？几十斤吧。金丝楠木做的这个木架子，是不是就是神仙所建的呢？如果不是神仙所建的，那么这些木料又是从何而来？用什么方法运到了这个悬崖绝壁之上呢？那如果是神仙所建，他为什么又要建这个灶台？不是说神仙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吗？还有一个非常幽深的洞道。再看这边呢，是2个架子。有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啊？这上面看一下。嚯！这是三耳金针。这个能不能拿下来看一下？拿下来看一下。嚯！这应该是一个三耳壶，或者是油灯。它比如说在每个壶嘴上面都搞一根灯芯的话，中间上灯油，它就可以3个方向都可以亮哈。它这个角度刚好是3个120度组成的360度，造型非常的别致。从这个右面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民窑。这应该是个民窑的产品。
放回原地。在这里看到了哈，现在我们把它放回去。这个洞里面的东西我们看到了，一定不要破坏它原有的样貌。有2个非常小的灶，这种灶呢一般是用来炖肉的，因为那个锅并不大。这个下面应该是放那个枯炭的，这边应该是因为潮湿的原因。咱们看这个木架子，看到没有，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了。因为这个木料呢，有可能是一根松木，松木呢它容易招虫子，所以就腐蚀的非常快。这是一个大斜坡往下面去的。哇塞，看那个下面有骨头，看那个最下面，那里我不去拍近景了。这里有一尊巨大的钟乳石，这个洞厅的直径可能在17米左右。好漂亮的钟乳石！古人在这里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，没有将这个里面的钟乳石破坏半点。这里有一个天生桥啊，我们要不要上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？我相信你们这时候肯定说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上去看一下。哇，好滑啊！看一下，这里跟下面是连通的，上面好漂亮的钟乳石，有猪耳啊这些，这个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，洞道一直这样过去的，还挺深邃。下面的小路是不是仿佛昨天还有人走过？实际上这已经是几百年、上千年没有人来过了。人间阁的深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现在大家跟着我的第一视角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小路到这里呢，还做了有几副台阶，这样一直上去。地上已经泛出来了小粉。哇，这一幕好漂亮啊！水墨莲花，钟乳石瓣石旗。这个像一朵黑玉莲花一样，这个上面还有正在生长的钟乳石。这里面透出来很大的雾气，而且地上非常平整。这里的洞道宽8米左右，一直进去望不到尽头。上面呢是一个裂缝，裂缝高12米左右。难道左边有洞道吗？我去看一下。烟熏火燎的痕迹，这边没有洞道，洞道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要继续深入。好奇怪啊！从这里往那个洞口，能够看到那个木架子导引出来的一个十字形状，特别奇怪。然后在我身后呢，这个洞道开始向下行走，这里是个扁狭的洞道。走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就是一个卡门，然后洞道又突然说变大了哈，突然变大了。看一下前面，这边出现了一个天生桥，看上下都可以走哈。来看一下，像一条灰色的绸缎，布满了钻石，洒落在这个石幔之上，能看到吗？亮闪闪的，非常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洞道又是通向何方？哦，里面有一个深潭呢。这上面就像挂满了寿桃一样。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古寨当中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，今天是第一次啊！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。这个水潭不知道有多宽，我们用个电筒照一下。哇，什么神仙景色，太漂亮了！这时候已经喊不答应我的队友他们了。这里水不深，没有办法，我们直接踩过去。哇，冰冷刺骨啊，太完美了！悬崖洞中
居然出现这样一个水潭。咱们在这个神仙洞中遇到了怎样的神仙景色？哇！神仙阁果然名不虚传呐！看这个湛蓝的水潭，它并不深啊。各位要是更深一点的话，那风景更漂亮。这边有很多云盆叠潭，太漂亮了，奶黄色的。这里有一个大水潭，看一下，这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蛋黄石。此景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寻啊，兄弟们！看我面前，这是怎样的景色？我们这时候呢，继续向东到深处前进。这里依然能够看到古人在这里凿的台阶，直接在这个钟乳石上面是开凿的台阶哈。这里还有粘土，外面的那个陶罐应该就是从这里取过去的土。这个水潭下面没有其他的通道，主通道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好扁狭呀，特别扁狭。只能这样侧着身子进，但是明显有人为开凿过的痕迹。看一下这两边的站纹。现在继续向下。哇，这里很扁狭，这里还有台阶嘞。哇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，兄弟们！现在过来变宽了。哇！真的是一步一景呐，兄弟们！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裂缝的话，那以为洞道就到了尽头。哇，天哪！这个下面有很多骨头，能看到吗？这里。我们现在从这里转过去看一下，这是它的消水洞，应该一些骨头被带进到了这里面。像不像一尊玉观音？非常的形象吧，非常通透啊！它是这个上面鹅管里面渗出来的水，长年累月的滴在这个钟乳石上面，形成了比较纯的钙化物。看一下这个，哇，真的仿佛瑶池仙境一般。现在要继续深入，太漂亮了！看大景。大景就是洞顶上面垂下来的钟乳石，非常漂亮，血红色的钟乳石，千万不要让这些美景受到伤害。看一下，大柱子，通天大地的大柱子。看一下，这里又是一个边石了，特别漂亮。从这边过去，应该可以不用开水。这里是一个吊潭下去，应该可以走下去哈。这个上面呢，就是成千上万年以前形成的钟乳石器，每一块石器都是透亮的哈。继续深入，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人为建筑。这个水差不多是30公分深，比塔深。要是再深一点的话，就要游泳了。哇，又是一个深潭！哇，刚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看这像不像一尊洞穴大佛？有点形象哈。再看这面，石幔有白色、黄色、橙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在我面前呢是一个大水潭，深约1米左右。最神奇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一尊钟乳石。神仙阁，神仙阁，原来就是说的这里的神仙景色啊！太好看了，有没有？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它1/1000的震撼。这个水潭一直到那个里面去了哈，
这个水是越来越深了，可能要淹到我脖子。咱们继续前进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洞道。那个石幔后面，石幔后面好像还有洞道。这个大家命个名字好不好？全是骨头，全是骨头。小心别踩在上面。 3000多人殒命深山溶洞，洞中乱石被湿水浸泡数百年。不起眼的三角洞口，集合了小时候听到的所有民间故事恐怖场景。僵尸、灵火、鬼婆婆，这些故事就发生在350年前的左家洞。就在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深入此洞时，依然被眼前一幕吓得目瞪口呆。造型古朴，釉面比较粗糙，感觉要打钉盘了。前面的爬山过程我已经自动的为大家剪辑掉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洞口，不是这个哈，不要误会。这个洞口呢，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前方。快来快来！什么？有尸啊！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尸啊！这是那个小毛杯。小毛杯吗？那边还有一块大的，更大一块，方圆2米。洞口就在火门坐的那个后面。曾经在300多年前，是在里面死了3000多人呐。自那以后呢，这个洞就传出了各种离奇的传说。今天呢，咱们一行5人。带了专业的东西，准备进去一探究竟。刚到洞口呢，我们就发现了大量的原青花，很多青花瓷的碎片。这个应该是当地的居民在里面拾骨拾出来的。这些我们尽量是不要用手碰，特别是不要被这些碗渣子把手给划到了，因为它都是被什么水泡过的。看一下，这有的还挺漂亮的哈。看一下这个洞口呢，它是一个三角形，高约3米。左右的宽度是2米4左右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洞中，能够感觉到这个洞里面有很强的一股寒意。我去，这地上简直是没有地方下脚。看一下，这里，这全都是。进来之后，我才发现它有2个洞口，是一个双生洞，地上有很多骨骸。我队友他们都去前面了，哇，好大个味道！曾经关于这个洞呢，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3000多人呢殒命洞中，所以这个洞里面随处可见的骨骸，必须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对，这没有办法，完全避不开。可以看到这到处都是铁器，有碗渣、陶罐碎片，很多很多，特别多。反正小心一点，手尽量不要摸这些石头。天哪，看那个下面，能看到吗？你们？在那个位置，地上全都是。对，那里也有。听着那个蝙蝠的叫声，感觉真的很可怕。第一个，哇塞，那下面有骨头，能看到吗？在那个最底下，这里有一个扁狭的走道，这样往下去。火门你小心点啊！这些裂缝当中特别多，那种千万要注意那个小裂缝。这里面很多陶罐的碎片。这可能是后来地质队的进来之后啊，他把这些骨头全部给集中的处理到这些竖井当中去了。无法想象3000多人全部要倒在这个洞中啊，他那些骨头密度有多大，真的是没办法下脚。包括现在这地上还有很多没捡拾干净的。哇，看这里，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这边
就是那种死蛇腐烂的味道。小北看这里，什么？这么长一点。我天哪！非常的粗壮。那我们把那个朱砂待会儿拿出来撒一点哈。小北，下鼓。这边就发现更多了，全都是。哇塞，这地上全都是，哪里都有。这全部都是塑料道具哈，大家不要惊慌。哇天呐！小杨，你来看这里。塑料道具全都是，这里非常的多。哇，那个后面，嗨，那里好多呀！哦，对，你看这里，你刚刚踩过去的这里，这里应该有4、5个，看这个下面还好多。滴水穿石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验证。大概还有个洞。你要想，在几百年前，这里几千人，那么这个大厅里面可能就站了几百人。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具有挑战性，挤不过去。放弃了，你也挤不过去，你不要试的。那我来试一下。你也进不去。这里有条洞，来从这个洞进去。哇塞，这一下下去了，怎么上来的？我在想，多重量啊，就是200斤的全部体重啊。哎呀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这里面怎么还有？哇，那是个什么？哪里？你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在那个下面。地道下面有一个瓷器，完整的瓷器，你下去看一下。这里比较好走吧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这个我们拿起来看一下。哦，造型古朴，不过釉面比较粗糙。这个坛子，这应该是一个梅瓶之类的东西，它完整的高度应该有30、40公分，现在也是一个残片了。然后我在上面以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嘞。我们现在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哇，这个地上，小杨啊，这有煤炭嘞。煤炭。哇，嘿，妈耶！嘿，前面有断崖，看一下。哇，有地下水哈。有水吗？开线布绳，准备开干。感觉一下啊，从这里。不是很深，没到底。 40多米吧，做好了保护站，我们准备下降。悬崖古佛密道居然隐藏着从未被人知晓的秘密空间。南昌江500米悬崖半空存在神秘金佛，
无人机靠近竟发现巨大的人形怪石。相传100多年前，从对面山上都能看见洞口散发金光。受当地文旅部门邀请，我们利用 SRT 安全装备下降300米抵达洞内，竟在佛像后面发现一条暗道，哪知内部一切超乎想象。是蛇吗？不是啊，完整的。人骨阿飘。来到了这个金佛洞的上面，在这个林子里面发现了一种云南特有的一种植物，叫苦檀子。别看着它像8月瓜，大家千万不要吃，它是有毒性的。这个可以杀虫，还有人呢摘了之后往鱼塘里面丢，也有益糖清的功效。开线先锋已经做好了安全措施，正在进行开线作业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要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下去一探究竟，看看这个传说中的金佛究竟是何模样。来到了起始锚点，在我身后呢，这条湛蓝的河流就是南昌江，这也是湄公河的上游。这条河呢，在流出我国国界的时候就叫湄公河，但是它现在叫南昌江。这个金佛洞呢，300年来无人进入，今天呢，咱们就要去揭开它的秘密。在这里，我们居然能发现这个石橄榄，还是非常难得的。这里距离江面呢是580米的高度。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安全下降。在我们下降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保持匀速哈，这个慢慢的降，安全操作啊，才能玩得久。咱们在这个下降线路上发现了一株兰草，这个很漂亮吧？应该也是保护植物，但是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反正非常的香哈。看它的那个花型，下面有一个类似猪笼草这样的一个兜兜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回去查一下资料。有认识这个兰草的，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。又发现了一株岩川芎，看这个样子已经生长了很多年了哈，但是我们不采草药，这个就不要动它，我们继续下降。现在在我手指的方向，那个就是金佛洞的下洞口了。那个洞口呢，实际上离下面的岩壁那个底部还有一个60米的高度。以前据说300年前有人从这里打栈道打了60多米，在进入这个洞道的时候，看到一条大蟒蛇，然后吓得落荒而逃的时候摔落下去了哈。孟少杰也下来了，我们来到了横切点，可以看到大致距离进洞只有1步之遥了，先锋还在继续开线。这个金佛洞呢，它的高度差不多是40来米，可以看到，这是它的头像啊，那个下面是它的身子，那个胸前果然是一个黑漆漆的熏黑，那实际上不是一个洞口啊，就当年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佛像后面看到了一条巨蟒。现在呢，我们先锋正在下去寻找洞口，这里一个老鹰窝，就不给大家拍了，我迫不及待想看那个洞道了。一绳30米，我们抵达了中间这个平台，这里可以看到，这就是金佛的全貌，这个头，这个身子，这个用无人机远远看过来的话，还非常的像啊。这时候乙哥已经去那个佛头的后面了，我们马上过去看一下。我们在这个第2平台居然发现了这个竹篾编织的绳索，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了，可以看到这非常的古老了。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。而且这个打的桩啊，就是用的很细的木棍子。以前的人应该就是通过这个竹篾编织的绳索啊，上上下下的。看一下金佛后面是什么情况？诶，这个前面出现了一个竹篮子，人工修砌的宝坎，这个算不上城墙。这个下面有个煤筐，这筐子看起来已经好几百年了。那个洞道就在后面，我们过去一探究竟。看这个石头的材质呢，这个是钙化物，这就是一尊钟乳石。当然，从上面这些楔孔啊和这个锄头的痕迹来看，这个应该是经过了人工雕凿的。以前这个钟乳石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个天平上面还有一个洞道，这边这钟乳石长得特别怪异啊，这里就像一个人望着我一样，感觉还有点害怕。上去看一下，我去，真的有个洞道！老孟打前锋，
现在咱们就从这个洞道进去一探究竟。哇塞！在这个洞口呢，发现了一些这个已经被磨得包浆的石头，现在上面有灰尘，我这样轻轻用手搓一下，就可以看到有包浆的痕迹。曾经这里是进进出出了很多人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就在这个佛头的后面。现在队友他们全部都过来了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这个扁墙的裂缝，看一下里面究竟会有怎样的发现。因为这个位置实在太小了，我把所有的装备卸在了地上。两个石头后来呀，这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洞。现在我的队友正在往里面爬，我们也马上准备进去。哇！为什么这么矮呀？哇！我发现了绿松石。绿松石？对呀。啊，不对，这是铁矿石。水声，有流水的声音，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水量应该不大。我去，这个地下难道有地下河吗？哇塞，要命啊，真的是要命！但我们所有人都掉不了头，这时候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后退啊。你还跑到边边这里来了？对呀、被淤泥封堵住了，那有可能就是一个盗洞哦。有可能是盗洞。它因为这里有水的话，常年累月的洗刷，然后发大水，它就把这些河沙搞过去，把你那个盗洞给堵了。对对，河沙小石子全部可以冲进来。这里你踩到了便便，这里面应该有野兽钻进来过。对，看，咱们在这里发现了有山泉水，然后向阳还在前面探路。洞道到了这里就变得非常狭窄，而且地上全是稀泥，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远古的盗洞。因为这里面如果是矿洞的话，它那个矿运不出去啊，太窄了。这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一个洞道。可以看到向阳还在前进。矿洞说它应该的水滴就是从前面变得非常窄，非常窄，对，这有可能真的是一个古墓的盗洞，有可能是个盗洞。前面进不去了吗？对，非常窄，非常窄啊！啊，而且还是淤泥。我去，是不是挖到这里就结束了呀？好像是还有洞。我要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这地上土非常的潮湿，这有可能真的是有人在这里挖了一个盗洞，有可能。继续，前面转弯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往前走哦。啊，继续走。有没有可能这是水流冲出来的洞啊？不是人为开凿的呢？这应该是人为开凿的，我感觉里面有铁矿，有可能是以前古人在这里搞的铁矿的。矿洞是吧？啊，有可能。继续爬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还很深哦。深邃的很啊。对，那继续前进。前面还很深邃啊，可以看到向阳已经去那个前面了。继续前进。哇，这边还挺深邃。哇，蝙蝠撞头啊，很多蝙蝠，这可能有成千上万只啊。不管它，我们先走右边。哇塞！咱们继续深入。哇，这边过来后，这个洞腔就可以站着走了。哇！大家看，这上面布满了非常漂亮的这个鹅管，而且这里面是一个钟乳石大厅，这里有人工修凿的这个台阶下去的。哇塞！你能想象到如此小的一个洞道进来之后是这种景象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个有点奇妙啊！哇，太震撼了！
这个台阶上面没有脚印，而且夜明砂这个上面也没有痕迹。走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我的天哪，这边还有洞道！天哪！哇塞，大家看这个景象，易水的这个钟乳石幔，易水的钟乳石幔挂满了洞顶，太震撼了。这个下面呢就是一个泉眼，这边好像是有个洞道，哦不对，这是盲洞。再看这边，这边好像是有洞道，继续往上去了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我的天哪！哇，看这个里面，